之前出过一版的是刚上市的版本，后续官方有一些更新，到现在的威力加强版，因为多了很多奇才和宝珠，排名肯定有变动。这支影片跟大家分享，截至目前我心目中《生活之8 Remake》威力加强版最强武将 Top 10，我会用更多篇幅讲新进榜或是有大幅变化的武将，最终最强的版本还有待大家一起挖掘，或许还有更好的打法也会影响对武将的评价，也欢迎大家分享你觉得好用的武将。这支影片是预设三国的武将，不考虑后来新增的历史武将和火凤武将。那我们《生活之8 Remake》威力加强版最强武将 Top 10开始。上次排名第3的孙坚，这次下降到第10名，差点跌出 Top 10榜单。原因有2，一大一小。大原因是威力加强版调整了带兵量对部队攻防能力的影响，而孙坚曾经就是带兵量最大的受益人。之前因为带兵量涨多少身价，现在全部赔回去，因此孙坚是威力加强版下滑最多的武将之一。小原因是新增的负面奇才直率，容易遭遇陷阱，被奇袭伤害还上升，合理还原了孙坚真实的下场。说了这么多削弱，但孙坚的同武依然是顶标，还有傲视全武将的步兵大招枪阵2级依然是顶尖名将。华雄战法少，特技少，但全部点在对的地方。有时候是这样，你什么都会，但样样不精也上不了最高的舞台。而华雄是把一招打磨到极致，技将3级，骑兵战法有4个，而且还有大招圆阵。反正我们家华雄就是骑马出阵就对了。骑兵本来就高攻，奇才猛攻，再把华雄攻击力拉到极致。最重要的再加上奇才骑兵，伏兵状态移动力不下降，离开森林和荒地也不会解除伏兵状态。别忘了华雄擅长的就是高攻又跑得快的骑兵，这一切都让华雄成为速攻最完美的执行武将。有点诡异的是，史实孙坚是斩华雄的名将，但在游戏里孙坚却是被华雄克烂。史实曹操军平河北靠的是郭嘉赶出一张嘴，张辽赶冲完美执行，那游戏里负责赶冲完美执行的角色就是华雄。关于威力加强版有2项削弱，一是新增负面奇才傲慢，不影响战场表现，这算小事。2跟孙坚类似，带兵量没加那么巨量的攻防能力了，只是被影响的程度没有到孙坚那么大。增强的部分是1步将3级，技将3级，工将2级，在插将觉醒的时候都有他的份，一定加得了统帅。附注一下，孙坚没有工将。2无人宝珠可以在战场上强制找一名敌将单挑，高几率用单挑一次让上万兵的部队直接溃灭。这个 buff 前面的孙坚华雄也有受惠，只是当然关于基础武力比较高之外，还自带青龙偃月刀，开场武力就达103，单挑自然有更高胜率。综合下来，拥有更高同武的关羽，还有奇才异性加持，在战场上的强度会略高孙坚一些。和出版相似，威力加强版的马超差不多还是我们知道的那马超，而且马超是少数没有加上负面奇才的猛将。威加版为马超增加了奇才北方马术，帮马超攻防都再加40。当一堆猛将少了君主身份和威风带兵量加部队攻防能力这项利多，一来马超本来就受这影响较小，二来北方马术逆势再加攻防，一来一往和其他猛将拉开了些差距。出版我是给马超是排到第5名，这次虽然变成第6名，但不是马超变弱，是因为榜上增加了几位新面孔。马超本人在威力加强版是被强化的，全满的5项骑兵战法，加上技将3级，顶规高移动力又可以先行的骑兵，加上剧本加持本身就会科技游牧骑兵，再加上行军3级，破城2级，马超的快速突破能力远超过上述3位名将。不要忘了，也跟前面猛将们一样，马超也能透过5人宝珠在战场上找人强制单挑。至于马超的打法，可以参考出版最强 Top 10，这里就不重复再讲。跟关羽、孙坚一样，曹操也因为带兵量因素被弱化。曹操之所以从第9名提升到第6名，是因为强化了3点：一、新增的奇才游心，让曹老板休养消费的行动力减少，学习力比其他人更强，可以比别人更快拥有更多宝珠。君主身份的曹老板可以获得不同身份的宝珠，能因应不同需求切换辅助宝珠。2、曹老板跟关羽一样，步将3级，技将3级，工将2级，要加统帅的时候也都有他的份。3、我看上了曹老板未来的成长性，这第3点我保留到稍后讲第3名时一起讲。大招相残2级只是小小的加分项，郭嘉入榜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奇才兵贵神速。影片最前面说华雄是负责冲锋，那郭嘉扮演的就是那个让冲锋更快更致命的角色。制作出版最强武将 Top 10那时候，我还没有开发出秒杀破城打法，所以郭嘉被我遗漏了。但现在基本上战斗可以指出极少的部队，就像刚刚提到的华雄，或是张飞万人敌部队比敌人少时加攻100，又或是高顺李典这种擅长破城操气的武将，都很适合跟着郭嘉走，避免跟敌军正面
冲突，直接冲到城下用工程器具破城，对面有几十万大军也没有用，依然秒杀，大约1到3天都可以一波带走胜利。这套战术打法细节可以参考之前的2支影片，第一个是《三国志8 Remake 威力加强版最强奇才 Top 10》，第二个是一日破城战术，有更详细的说明，这边就不重复赘述。总而言之，有了这套打法后，兵贵神速绝对是横扫华北的一大利器。我不知道这套打法之后更新会不会被修掉，但在修掉之前，这套打法在平地战就是近乎无敌的打法，保证攻无不克，甚至可以在缺粮的情况下硬打。出版周瑜火神最尴尬的点是只烧2格，范围跟过往的12、14代的神火祭比，或是11代的夜火球、夜火种缩小太多，影响力大幅减少，没了过去那种毁天灭地的狂暴震撼感。有了军师宝珠的加持，一来可以打出3格的烈火，二来这烈火可以来第2发，让周瑜的奇才火神终于派上用场。再加上周瑜超高超全面的能力值，要搞离间流玩法没问题。全武将唯一最强剑羽2级，周瑜依然稳稳坐在 Top 10 5庙内。在孙坚被显著弱化后，周瑜再次扛下东吴最强的名号。什么？你说我忘了还有新增奇才水神？别说了，根本很难打到水战啊！玩这么久只打过1次，而且也只是摸到而已。那场战斗的主战场还是在路上。推荐周瑜可以把水神改成麒麟儿或怪物，搭配火神能有更好的发挥。贾诩下限高，上限更是不可限量。下限是贾诩开场的高智力、奇才未输一星、未爆3级，这几项凑起来是离间效果最强的组合，光是这样就足够能进 Top 10 等级。上限是未输一星，可以重复使用。1. 玩家有机会自学一个奇才，帮贾诩学超世之节，就可以连用2次具有未输一星效果的离间。2. 学到军师宝珠连环技，可以再多用1次纪略，也就是说又可以再用1次离间，而且连环技和超世之节效果可以叠加，也就是说一次评定贾诩最多可以一口气用出3次具有未输一星效果的离间。看看这个贾诩使用的离间，光是2次马超忠诚就从100变成60了，还没有用第3次离间就能暗通录用过来。玩贾诩就贵在玩离间，需要的智谋特技未爆出场就有3级，连练习都不用就已经攻顶。发现了什么？刚刚说的曹老板也可以反过来学未输一星，虽然没有到贾诩智力起跳价97，智力93也很高了，更别说曹老板还有超能力，智力不够，钞票够，买保护书籍的钱肯定不是问题。再来贾诩还有个优势，学习成本低。宝珠方面，贾诩只需要专注学军师文人宝珠。能力值部分，贾诩本身就有顶标的智力，已经比其他人赢在起跑点上了，只需要持续撑高智力，不需要分心学其他的。玩贾诩的时候，有办法做到聪明的人比你还努力，其他人很难望其项背，只要把长处发挥到极致就好。不像其他武将通常需要分心训练其他能力，如统帅武力等或不相关的宝珠。贾诩的训练成本极低，不需要像其他武将想变强就要花大量行动力在宝珠修养和能力值训练上。贾诩是因为如果不是由玩家操作，少了学习宝珠和奇才的可能性，会比较难玩出这么惊人的离间爆发力，所以只给第3。假设只限定玩家操作的话，贾诩我会给全三国志8 Remake 威力加强版最强没有之一。连续3次具有未输一星效果的离间实在太可怕，根本不需要上战场就能压制全场。就算真的需要上战场，贾诩也不是一般的文人，统帅高达88，基本战斗力不是问题，又有最强谩骂3级和香残2级，被宝珠强化过后的谩骂一次扣战役75，这什么鬼？已经不是骂到玻璃心碎满地，这直接磨成粉了。宝珠也强化了军略范围，也包含香残的范围，甚至可以用2次。别说原本高统的贾诩，就是少数不会在战斗中成为拖油瓶的纯军师，能用2次高伤害的香残，已经赢很多猛将了。在这的游戏里，王牌暗黑军师之名贾诩当之无愧。前几支影片也有提过诸葛亮被弱化，上次出版诸葛亮强在卧龙可以一直快速刷策略，让他所领军的军师可以战法刷个不停。但在超级模式，玩家每天补充的策略量少，因此卧龙没办法一直刷新战法了，连带自己也不能一直使用落雷，这是个大扣分项。不过也是有加分项，就如影片前面说的，威力加强版透过宝珠让这台军师起飞，军略战法5个全会的诸葛亮也是最大得利者之一。再来像周瑜高智力又会未爆3级，虽然没有贾诩未输一星这么夸张，但也是很强了。顶级大招也有5个，扣掉影响力较小的爆传和天启，依然有剑羽、香残、落雷3个大招，综合起来卧龙效果大减弱，军师宝珠小增强，算起来还是被削弱。即便是退化了，有如41岁的 LeBron James， 我变弱了，不代表你们比我强。诸葛亮的强依然是1人之下，1000人之上。那踩在诸葛亮之上的那个男人就是
出版时，我认为诸葛亮和吕布难分轩轾，威力加强版我直接给吕布稳稳的第一了。我们跳过之前出版最强武将 Top 10就介绍过天下无双强的部分，详细大家可以回去复习。这次威力加强版吕布弱化的部分，第一点是威风征兵增加部队战斗力效果没了，不过这点猛将系大家都一起被削弱了，就像这次考试比较难，大家分数都下滑，不影响吕布在猛将中排名依然第一。第二点是增加了负面奇才急躁，但我认为这也还好，因为有冷静的武将不少，帮吕布找到稳住阵脚的副将不是太大问题。强化吕布最大的优势是五人加二汉宝珠，刚刚关羽、张飞都因此得利，吕布最顶点武力摆在那，绝对是最大受益者。非战斗场景，吕布用二汉宝珠到处见人就 K， 没有任何一人是吕布的对手，打伤是基本，打到阵亡也是简单。我们吕布都是用物理讲道理的，战斗场景有五人宝珠，就问单挑谁能赢吕布 ？No one。本来吕布武力就比别人高了，而且五人宝珠还保证胜利，这要怎么输？天下无双，实至名归。还有哪些大家觉得遗珠的武将留言跟大家分享？我个人觉得还有鲁肃，在最强奇才 Top 10有提过，我认为奇才除了天下无双，再来就是深谋远虑最强了。鲁肃没选进前10是因为其他战法特技强度不足，董卓是因为调整带兵量攻防能力的最大受害者。不过怎么说就是有袁正，还有很好的恶名，听起来有点怪，但在游戏里恶名好处远大于坏处。出版 Top 10也提过战役奶爸夏侯惇很不错，超级模式玩家的战役不管是初始值还是增加速度都不如电脑，因此又更凸显行动军乐台的重要性。邓艾3道强袭加骑兵，跟华雄比就差在少了袁正这种大招。不过邓艾本身能力值、战法、特技都是不错的武将，公孙瓒猛攻预习控制加袁正搭起来也是不容小觑的强将。最后再次感谢这次光荣特库摩公司的邀请，为大家制作《358 Remake 威力加强版》一系列的影片。收养的玩家记得点击资讯栏或置顶留言有传送门，一起穿越到三国，体验武将人生。